你这双手能救万人，却杀不了一个昏君。挨个拍血，带着他们杀回金銮殿清理门户。只见开国皇帝一脚把昏君踹飞。不孝子孙，你就是这么对待老子的江山？断头台上的血还没干，我躲在法场外的箩筐里，指缝间全是潮湿的泥土。爹被按在木凳上时，还回头看了送我离开的方向一眼。刀光落下，滚烫的液体溅在灰扑扑的石砖上，染红了半截残破的官服。我拼命扒开乱葬岗的尸堆，我找到了爹的躯干，却找不到他的头。我摸到了娘的手，可他的半边身子已被野狗撕碎。我双指颤抖，按在爹冰冷的颈项切口上，体内那股名为生机的暖流疯狂涌动。活过来，求你，挽留石沉大海。我的超能力有个死穴，尸身不全便无法复活，那是我的生机第一次撞上绝望的墙。这双手能赐予枯木新芽，能让夭折的飞鸟重振羽翼，却拼不回我至亲的命。那个坐在龙椅上，仅凭几封伪造密信就抹去苏家百口性命的昏君，我要他偿命。5年后，终南山，老道士捻着胡须，看着我一下子把数十只被狼咬死的羊全部复活了。徒儿，你这起死回生的手段愈发成熟了。复活生灵乃逆天而行，千万不可滥用啊！我眼神冷硬，师傅，我要下山。18岁这年，我下山了。曾经我同时救活3只猫，它们每只只能活3天。如今我能同时复活数个完整的生命体。我花钱打通了内务府的关节，进宫当了一名卑微的守灵宫女。大周皇陵玄武地宫，皇陵深处透着一股渗人的阴凉，长明灯火摇曳，映照着历代帝王的巨大石棺。守灵的老太监打着瞌睡，我提着贡品避开旋罗的侍卫，闪身进入了最深处的祖殿。这里躺着这江山的历代栋梁。我走到先皇赵文公的石棺前，推开沉重的石盖，一股陈年的檀香味扑面而来。这位驾崩7年的男人面色如生，双手交叠在胸前，死时安详。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按在他的太阳穴上，起，暖流瞬间被抽干。我脸色煞白，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先皇那干瘪的胸腔突然剧烈起伏了一下，他猛地睁开眼，浑浊的眼珠变得清明。他看着我，又看向四周的陪葬品，神情从迷茫转为威严。这是在哪？我没说话，只是如法炮制，走向下一具石棺。那一夜，我体内的经脉像被火焰灼烧，但我看着地宫里站起来的3个男人，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太祖皇帝赵明恒拎着陪葬的金刀，先皇赵文公则在质问现在的年号。那口纯金的棺椁轰然爆裂，大前开国太祖赵开阳直接跳了出来。他皮肉干瘪，但身形依旧高大，杀气腾腾。谁敢亡朕的大周？一声怒吼，震得地宫顶上的灰尘簌簌落下。诸位祖宗，我跪在暗处，声音平静得像枯井里的水。如今坐龙椅的那位天子，他杀忠臣，宠妖妃，正糟蹋你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我从地宫的夹缝里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入宫令牌，马车已经在陵外候着了。我抬起头，露出一抹极其冷淡的笑。3位陛下，请吧。翌日，金銮殿，昏君正搂着宠妃在早朝上昏昏欲睡。报！一名禁卫军连滚带爬地撞进大殿。皇上，太祖爷提着刀杀进午门了。赵承安冷笑一声，抓起砚台砸了过去。荒谬！朕的祖宗早驾鹤西去了。话音未落，殿门被人一脚踹开，那一身厚重带着木土气息的玄金铠甲出现在门口。开国太祖赵开阳，胡须随风狂舞。孽畜，老子打下的江山就是让你这么糟蹋的。昏君吓得从龙椅上跌了下来，指着门口牙齿打颤。鬼有鬼啊！先皇赵文公和太上皇赵明恒一左一右踏入殿内。逆子，见到父皇和皇爷爷还不滚下来行礼？朝堂之上，文武百官齐刷刷跪了一地，那张刻在宗庙画像上的脸真真切切。我混在殿外的宫女群中，远远地看着那个不可一世的昏君缩在龙椅角落。这只是个开始。我站在金銮殿的阴影里，太祖赵开阳浑身散发着木土与铁血的冷冽气息。他大步跨上台阶，一把揪住赵承安的后领，像拎死狗一样从龙椅上拽了下来。赵承安瘫软在地，金冠歪斜。救驾！禁卫军，快来救驾！禁卫军统领带着数百精兵涌入。当他们看清殿中心站着的那个人时，所有的武器都凝固在了半空。太祖赵开阳单手横握那柄传世金刀，刀尖指向地砖，发出一声闷响。朕打江山时，你们祖辈还在泥里打滚，今日谁敢对他尽忠，便是对大周开国之祖不义。禁卫军统领双腿一软，重重地跪倒在地，手中的长枪哐当落地，满殿兵卒如同被割倒的麦子，成片的跪伏下去。赵承安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拼命往太庙方向爬。太上皇赵明恒抬脚踩住赵承安华丽的龙袍下摆，他俯身盯着孙子的脸，目光冷得像钉锥。逆子，你以为躲进太庙就能逃过祖宗的眼？今日就在这太庙正殿，咱们把账一笔笔算清楚。太祖赵开阳举起金刀，作势要砍。太上皇赵明恒伸手拦住了刀锋。皇爷爷，让他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我要让他睁大眼看着
他糟蹋的这锦绣江山是如何被我们拨乱反正的。我躲在柱子后，指尖微动，我能感觉到他们三人体内生机的流动，那是我的力量，也是我的复仇之火。大周皇宫出现了一幕足以载入史册的诡异奇景，龙椅依旧摆在原位，赵承安像个木偶般缩在上面，脸色惨白如纸。而在龙椅后方，并排设了3把宽大的沉香木椅，太祖赵开阳居中，太上皇赵明恒与先皇赵文公分坐左右。由于他们尚未完全恢复常人血色，我不得不时刻站在帷幔后，用生机维持他们躯体的步幅与灵动。早朝开始，文武百官战战兢兢地列队，赵承安颤抖着嘴唇，试图宣读那一套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他的声音细若蚊蝇，眼神不断向后瞟。大点声，没吃饭吗？太祖赵开阳猛地一脚踹在龙椅背上，巨大的冲击力让整座龙椅向前滑行了3寸。赵承安惊叫一声，整个人从椅上跌落，胯下竟阴出一片暗渍，那一股骚臭味在肃穆的大殿上散开。百官面面相觑，却无一人敢抬头。太上皇赵明恒厌恶地皱眉，他随手翻开一份堆积如山的奏折，他冷声念出折子上的内容，逐一询问下方的户部官员。只要官员答不出实情，背后的太祖赵开阳便会发出一声冷哼，惊得那些老臣浑身冷汗。我站在侧首，冷眼看着这个曾经一言定我苏家生死的昏君，如今在老祖宗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他试图向宠臣递眼神求救，却发现那些曾经唯唯诺诺的臣子，此刻正对着他身后的3个死人疯狂磕头。他只是个活着的招牌，而真正的刀正悬在每一个贪官的脖子上。太祖赵开阳是个杀伐果断的主，短短3日，他翻遍了御书房近3年的账本，每翻一页，他的脸色就阴沉1分，竟贪没了整整7成拨款，而边境守军却连冬衣都凑不齐时。他终于爆发了，指尖敲击着桌面，频率极快。工部尚书被禁卫军倒拖进殿，直接命人抬出了他生前最爱的刑具——剥皮萱草的铁架。但开国老祖宗的话就是律法，尚书惨叫着向昏君求救，他缩在角落，像个受惊的鹌鹑。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更遑论开口。我站在阶下，看着刑具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当年我苏家上下百口，虽没受这种酷刑，却也死在莫须有的罪名下。看着这些曾经在苏家血迹上庆功的官员，一个个被拖向深渊，我的内心竟无比平静。血腥气开始在朝堂蔓延，太祖赵开阳恢复了早已废弃的10大酷刑，凡是账目对不上的官员，一律抄家入狱。我在一旁冷眼观望，随手记录下那些名字，每一个被处决的人都曾在我父亲的举报名单上。太祖赵开阳的暴力成了我复仇的最佳助力。每当他体力不支，我便送上一缕生机，让他能有更充沛的精力去清洗这腐烂的朝廷。先皇赵文公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即便已成活死人，他依然保持着生前的习惯，批阅卷宗至深夜。他把自己关在文渊阁里，我负责在一旁点燃特制的安魂香，这种香气能掩盖他身上淡淡的死气。苏家，苏鹤林。先皇赵文公念出我父亲的名字时，他枯长的手指就那样停在了厚厚的卷轴上。他把那封信通读了3遍，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终于抬起眼，指着卷宗上一处晕开的墨迹，这里的签名是伪造的。苏鹤林写字讲究风骨，林字最后一捺从不回封，这封密信是假的。我猛地垂下头，不敢让他看见我眼中的翻涌。次日早朝，天还未亮，我混在宫女之中，屏息立于大殿角落。文武百官早已齐集，整个金銮殿肃杀的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先皇赵文公手持一卷明黄圣旨，一步步沉稳地走到大殿中央。他没有看龙椅上那个僵硬的人影，而是亲自展开了圣旨。先臣苏鹤龄忠勇耿直，举报贪腐，本未设计，却遭逆子赵承恩构陷，致满门罹难。经查明实据，特追封苏鹤龄为忠敏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承安瘫软在那儿，面如死灰，看着他那双写满困惑与恐惧的眼睛。我抬起头，金色的朝阳正穿透殿门，暖洋洋地洒在我脸上。爹，你听到了吗？那个篡位的昏君正在你的名字面前恐惧颤抖，为你洗冤的是这赵氏江山的祖宗。但这只是开始，我要的不只是区区虚名。随着权力的收拢，原本紧密的3位祖宗之间开始产生细微的裂痕。我在寝宫为他们调理尸身，太上皇赵明恒与先皇赵文公坐在一起，气氛却僵硬的可怕。两人虽然都活了过来，但生前的政见分歧似乎也随之复活了。你当年废了朕立下的永昌令，导致江南豪强反弹，至今仍是隐患。太上皇赵明恒冷冷地开口，手中摩挲着玉蝉。先皇赵文公放下手中的朱笔，针锋相对。父皇，若是依您的永昌令，大周的国库早在那场蝗灾中空了，儿臣不改，大周熬不过那年冬天。两人互不相让，言语间已带了生前的火气。他们毕竟是父子，更是一前一后的2代君王。我垂手站在一旁，指尖散发着淡淡的绿光，我能感觉到他们情绪激动时心脉处生机的剧烈波动。我躲在暗处，看着赵承安那小子在屏风后探头探脑，一对鼠眼咕噜噜的乱转，他这是盼着2个老的斗个你死我活。你个刻薄寡恩的东西！父皇，您那是纵容腐败，
像两个街头顽童一样互相推搡起来。太上皇一把抓起御案上的砚台，就朝着先皇的脑袋砸了过去。赵承安像是等到了天赐良机，猛地从屏风后跳了出来，一把护在两人中间，嘴上喊着皇爷爷息怒，身体却巧妙地挤着先皇。父皇他一直觉得您老糊涂了。父皇，皇爷爷说他要把您重新送回地宫。两个老皇帝停下了动作，齐齐转头看向赵承安，那眼神冷得让空气凝固。太祖赵开阳此时拎着金刀推门而入，听到了赵承安最后的挑唆。这种时候还不忘玩弄权术，真是不长记性。明恒、文公，先别打，这逆子欠收拾。三位祖宗放下了隔阂，对着赵承安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混合双打。赵承安被打得满地找牙，连连讨饶。我站在殿外，看着这滑稽的一幕，心中却明白，这种暂时的联合维持不了太久。深夜，我来到先皇赵文公的寝殿，他的尸身因为之前的争吵显得有些灰暗，这是体内生机紊乱的征兆。我按住他的心口，将一股平和的能量灌注进去。先皇，其实太上皇并不是真的恨您，我引导着我的能量进入他的识海，让他看到了一些他生前不知道的事。借由生机的共情，我重现了当年他驾崩前后的画面。画面中，太上皇赵明恒虽然已经倦政，却在深夜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寝宫，手里死死攥着一份诏书。那是一份他在晚年秘密拟定的，用来维护赵文公改革合法性的密诏。先皇赵文公呆住了，老头子嘴上骂着儿子忤逆，背地里却为他扫清了皇室宗亲里最后的阻碍。他看着画面中那个苍老疲惫的父亲，眼角竟渗出了一滴浑浊的泪。随后，我又如法炮制，让太上皇赵明恒看到了赵文公累死在御案前的最后一幕。赵文公临终前，怀里还抱着太上皇生前最爱的那柄古琴，叮嘱内务府一定要按时擦拭。两人的寝殿只隔着一道宫墙。片刻后，太上皇赵明恒缓缓走出了殿门，先皇赵文公也迎了出来。两人在长廊下对视良久，太上皇赵明恒终于叹了口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是朕老糊涂了。”百年隔阂在这一拍之下烟消云散，而我站在暗处，指尖的绿光渐渐熄灭。太祖赵开阳最近变得很反常，这位铁血医士、杀人如麻的开国皇帝，不再醉心于砍贪官的脑袋，而是经常一个人坐在御花园的凉亭里，对着天边的月亮发呆。他身边总是带着一双磨损的厉害的草鞋，那是大周开国前的旧物。我知道他在想谁，他在想那位陪他打天下，却在大周建立前夕病逝的张皇后。丫头，你有这种让死人还阳的本事，为什么不把他也弄回来？我走到他身后，低声道：“太祖，复活是有条件的，尸身不全或者魂魄散逸太久都无法成功。”张皇后先您而去，怕是……他沉默了，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双草鞋。当年朕忙着攻城略地，他病重时，朕还在千里之外围攻洛阳。等朕赶回来，只看到一座冷冰冰的孤坟。朕有了这江山，有了这万世基业，却连一碗他亲手做的疙瘩汤都换不回来。那一刻，我看到这位巨人肩膀在微微颤动，他生前杀戮太重，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他体内的生机开始出现溃散，皮肤表面的金甲甚至发出了细微的碎裂声。他若倒下，我的计划就会功亏一篑。我必须帮他解开这个心结，哪怕是用一种虚假的方式。复活张皇后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利用太祖赵开阳的记忆造一场梦。我搜集了太祖记忆中所有关于张皇后的细节，我耗费了大量的生机，在御花园的一角布下了一座阵法。那是深夜，浓雾笼罩了花园。太祖赵开阳走进雾中，发现眼前的金台楼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妇人正背对着他，案板上发出笃笃的切菜声。开阳回来啦，面刚揉好。太祖赵开阳整个人僵在原地，手中的金刀哐当落地，他像个孩子一样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却在指尖即将触碰到那衣角时猛然停住。他知道这是幻觉，但他不愿醒。这个铁血帝王跪倒在满是面粉的地上，嚎啕大哭。我在阵法外维持着能量输出，脸色惨白，汗水浸透了衣衫。我让那幻影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太祖的头顶。开阳，收好咱们的家，别再杀那么多人啦。那一夜过后，太祖赵开阳恢复了正常，他眼中的戾气消散了许多，虽然依旧严厉，他对着我微微颔首，没说谢谢。但我知道，他这条命现在彻底握在我手里了。后宫并没有因为祖宗的归来而平静，赵承安的宠妃王贵妃很快就从最初的恐惧中冷静了下来。皇上，臣妾觉得他们不是什么神仙，而是妖孽。赵承安此时已被吓破了胆，却又极度渴望夺回权力。那一爱妃之剑该如何是好？王贵妃眼中闪过一丝毒辣。我哥哥在江湖上认识不少奇人异事，切断那个叫苏锦的小宫女与他们的联系，他们不过是一堆烂肉罢了。我躲在宫殿顶部的横梁上，将这些话听得真切。这些日子，我一直暗中监视着延禧宫。王贵妃开始秘密往宫外传递信件，将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咒和粉末带入后宫。她不知道我这超能力对气息极其敏感，那些所谓克邪之物，在我眼里就像黑夜中的烛火。她想玩阴的，那我便陪她玩到底。
王贵妃的动作很快，京城开始流行一种传言，传言说皇陵失火，惊扰了地下的阴兵。如今坐在朝堂上的根本不是大周的祖先，而是披着人皮的食人怪。王贵妃命人在城郊制造了极其离奇的失踪案，并将现场伪造成被野兽撕咬的模样。百姓的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平民开始在街头焚香驱邪。这帮蠢货，朕当年救他们于水火，如今竟然信这些鬼话。他的身体因为情绪激动出现了一丝不稳，我察觉到王贵妃的陷阱，她不仅仅是在制造恐慌，她是在通过这种民意的动摇削弱祖宗们的正统之气。我能感觉到维持他们形体的难度在增加。更阴毒的是，王贵妃利用赵承安的身份下了一道名为《清君侧》的密旨，有几位老臣开始在朝堂上公开质疑祖宗的身份，要求他们显神迹以自证。我站在侧殿，手心里全是冷汗。祖宗们的威信一旦崩塌，赵承安就会顺势反扑，我还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妖女。玩这种舆论把戏，真是他们的祖宗。先皇赵文公冷笑一声，他那张儒雅的脸上透出一股阴狠。当晚，他下令重启了那个机构锦衣卫，现在的锦衣卫由他亲自挑选的精锐禁卫组成，且直接听命于我。抓人不需要理由。一夜之间，京城里所有散布谣言的茶馆、酒肆都被封锁。锦衣卫顺藤摸瓜，直接端掉了王贵妃在宫外的秘密联络点。那些所谓的江湖术士还没来得及施法，就被按在臭水沟里堵住了嘴。先皇赵文公甚至亲自审讯了一名王家的死士，他不需要用刑，仅仅是坐在那里，那股积压了几十年的帝王威压，就让死士吓得肝胆俱裂，竹筒倒豆子般供出了王贵妃的所有计划。第二天早朝，先皇赵文公没有废话，直接将那些死士和王家伪造证据的信件甩在了文武百官面前。那几个跳出来质疑的老臣被当众拖出去斩首。先皇赵文公站在高台上，声音平淡的可怕：“朕回来了，规矩就得按朕的来，谁有异议，朕送他去下面亲自问问贤弟。”太上皇赵明恒提议出去走走，他换上一身普普通通的员外服，我则扮作他的小孙女跟在后面。太祖赵开阳和先皇赵文公虽然不放心，于是便留守宫中镇压局面。我陪着太上皇赵明恒踏入了京城最热闹的茶楼，楼里氤氲着茶香，却不复往日的热闹。他毫不在意，只捡了个临窗的位置，伸出指节分明的手，点了一壶最便宜的碎银子。茶水上来，他也不喝，只是静静坐着，侧耳倾听着。邻桌压得极低的私语顺着风飘了过来。听说那天太祖爷在金銮殿上一刀砍了那个贪官，先皇爷回来了后，连赋税都减了2成。他一路紧绷的嘴角终于有了一丝松动，化作一抹极淡的笑意。他转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温和而深邃。丫头，你看，江山还是赵家的江山，他们就能把命交给你。他顿了顿，视线越过我的肩头，望向那巍峨的皇宫方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只可惜承安的孩子不明白，这一整天我陪着他在市井间穿行，他亲手帮一个老太太将陷在泥泞里的独轮车用力推了出来，手上沾满了污泥。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走在人群中，看着周围百姓投来的那种混杂着惊奇与敬意的目光，我忽然明白，这才是真正的神迹，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只属于真正盛世君王的祥和之气。赵承安变了，他反而变得异常乖巧。他每天按时向3位祖宗请安，甚至主动提出要举办一场盛大的祭天大典。皇爷爷、父皇，孙儿知错了。他跪在地上，额头触地，姿态卑微到了极点。太祖赵开阳性格直爽，便点头答应了。太上皇赵明恒虽然有些疑虑，但也没反对。只有我，在他低头的一瞬间，我捉到了他眼底那一抹近乎疯狂的狰狞。我暗中潜入他的寝宫，在床榻下的暗格里发现了一小坛药水，那药水散发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腥甜味，混合了大量的黑狗血、朱砂和伏骨草。这是王贵妃请邪道士炼制的灭神水。赵承安计划将药水混入祖宗们要喝的祭酒中，一旦入腹，会迅速破坏经脉平衡，导致尸身崩溃。我悄悄将坛子里的药水换成了普通的陈年老醋，只在表面漂浮了一层伏骨草的残渣。既然你想玩大的，那我就在这祭天大典上送你一份终身难忘的厚礼。祭天大典如期而至，天坛之上旌旗蔽日，3位祖宗身着华丽的礼服，在万民瞻仰中缓缓登上祭台。那场面极具冲击力，仿佛大周最鼎盛的3个时代在这一刻重叠。赵承安端着托盘，上面放着3杯特制的祭酒，他的手在微微颤抖，眼神有礼。祖宗请用酒。他声音发颤。太祖赵开阳大笑着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太上皇与先皇也随之饮下。赵承安猛地向后退了几步，脸上突然露出狂喜，哈哈，死吧，你们这些老不死的！他猛地摔碎手中的托盘，摔杯为号。刹那间，天坛四周的草丛中冲出数百名埋伏已久的死士，个个手持利刃，朝着祭台冲杀而来。反了，反了！文武百官惊慌失措。赵承安指着太祖赵开阳，疯狂叫嚣：“你不是厉害吗？喝了这灭神水，看你还怎么猖狂！”然而太祖赵开阳只是咂巴嘴，皱眉道：“这酒怎么一股子老陈醋味？”他冷笑一声，从礼服下猛地抽出藏好的金刀。那一瞬间，那个横扫六合的战神回来了。他大步跨出，刀光如一轮满月横扫，冲在最前面的3个死士连惨叫都没发出，就被拦腰斩断。孽畜！
老子打天下的时候，什么埋伏没见过？太祖赵开阳大笑3声，杀入敌阵，如同砍瓜切菜。赵承安傻眼了，他看着生龙活虎的祖宗，瘫坐在祭坛的炉顶旁，满脸不可置信。就在太祖赵开阳大杀四方时，一道阴冷的黑气从祭坛下升起。王贵妃请来的那个邪道士终于出手了，他盘坐在远处的塔顶，口中念念有词，手中挥舞着一柄漆黑的木剑。他并没有攻击祖宗，而是将目标对准了台下的我。破！道士大喝一声，我感到脑中一阵剧痛，仿佛有无数根钢针在扎我的识海。他试图切断我和祖宗们之间的生机链接，一旦链接断裂，祖宗们会瞬间变回一动不动的尸体。我半跪在地，双手死死扣住石阶，指尖流出鲜血。我拼命调动体内所有能量进行防御。关键时刻，先皇赵文公察觉到了异样，早已与我的魂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他身形如电，瞬间跨越数丈距离挡在我面前。感动朕的人。先皇赵文公冷哼一声，道士发出一记巨大的黑色雷光，眼看就要轰在我身上。他用那具已经死过一次的躯体，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反手夺过一柄头枪，奋力掷向远处的塔顶。头枪穿透了道士的胸膛，道士惨叫一声，跌落塔下。我看着先皇那焦黑的伤口，心中产生了一丝复杂的情绪。祭天大典的叛乱被迅速镇压，赵承安在几名心腹太监的拼死掩护下，竟然一路逃回了深宫，躲进了防御最森严的寝殿。他彻底疯了。他命人搬来大量的火药，堆积在寝殿四周，甚至在皇陵的入口处也埋了暗线。别过来，你们再过来，我就点火。既然这皇位我坐不稳，那你们也别想活。我要炸了这皇宫，炸了你们的陵墓。朕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太上皇赵明恒闭上眼，不忍再看。禁卫军将寝殿围得水泄不通，却投鼠忌器。我在暗处观察着。赵承安此时正站在一个通风口上方，那通风口下方正是连接皇陵的一条密道。王贵妃此时也躲在大殿内，她抱着一箱金珠，神色惊恐而贪婪。这对同命鸳鸯在绝境中展现出的丑恶。明恒、文公，这逆子由你们处理。太祖赵开阳转过身，他不愿亲眼看着后辈断送。太上皇赵明恒的手枯瘦如柴，却带着千钧之力缓缓抬起。强攻，生死不论。若皇城毁了，朕陪着江山一起走。我看到禁卫军的甲胄洪流向着高台上的疯子赵承安席卷而去，他正狂笑着，手中的火把像一颗罪恶的流星。就在那火光脱手的一瞬，一直蜷缩在他身后的王贵妃动了，一道寒光从他袖中乍现，匕首毫不犹豫地捅进了赵承安的后腰。你……赵承安的声音里全是难以置信。我看着王贵妃一把夺过火把，用绣鞋狠狠踩灭，她的脸在火光明灭中五官紧绷。赵承安，你想死别拉着我，我还有这么多银子，我还要活着。他一把将重伤的赵承安推下高台，像个破布袋一样滚落，吐出的血沫溅脏了明黄的龙靴。我的视线死死锁定了王贵妃抱着金珠箱子钻进去的那个地道入口，一个冰冷的弧度在我嘴角勾起。王贵妃，你以为那是生路？长明灯惨绿的光映着一箱箱白银，也映着我冰冷的脸。我静静地站在地宫中央，听着地道深处传来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凌乱而仓皇，还伴随着金珠滚落的清脆声响。他来了！头顶的石板被人费力推开，王贵妃狼狈地爬了出来，她大口喘着气，脸上满是逃出升天的庆幸。但当她的目光扫过这满是的财宝，最终定格在我身上时，那庆幸瞬间变成了极致的恐惧。王贵妃，钱在这里，你怎么不拿啊？苏锦，你怎么在这儿？她惊叫着后退，重重撞在身后的石壁上。她惊恐地回头，终于看清了自己撞上的是什么，是她为自己精心打造的，本该属于我苏家祭坛的豪华墓室。我冷笑着，抬起手，生机丝线如拥有生命的藤蔓，瞬间缠绕住厚重的石门。你喜欢银子，我就让你在这里赔个够。这里原本属于苏家，你贪了苏家的命，就用你的命来填着墓穴吧。话音未落，我猛地向前一推，将他和他脚边那箱散落的金珠一同推入了那无尽的黑暗之中。不，放我出去！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他在黑暗中疯狂抓挠着石门，我面无表情地启动了机关，巨石合拢，严丝合缝。我走出皇陵，身后是渐渐苏醒的皇城。金銮殿的汉白玉阶上，赵承安像条缺水的鱼，血顺着他的龙袍滚落，在大理石上晕开。我站在3位祖宗身后，冷眼看着他，他用手撑着地，指甲在石砖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一下一下挪向那把象征至高无上的龙椅。朕还没死！太祖赵开阳大步上前，整个人缩成一团。你也配这把椅子？太祖猛地一脚，像踢皮球一样将赵承安踢到阶下。赵承安像个破布袋滚落，正好撞在太庙的香炉角上，火红的香灰洒了他一脸，烫得他满地打滚。太上皇赵明恒和先皇赵文公并排站立，俯视着这个亲手毁到他们江山的后辈，眼中没有一丝温度，只有清理门户的漠然。父皇，皇爷爷，饶命！赵承安向着他们伸出手，血污糊住了他的眼眶。先皇赵文公缓缓开口，这大周的江山你守不住，便也没必要留着命了。我指尖微动，感觉到赵承安体内的生机正在迅速流逝，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已被那一刀搅烂，
他在绝望中抬头看了最后一眼那金碧辉煌的大殿，喉咙里溢出一股黑血，瞳孔彻底散开，身体剧烈抽搐几下后便再也没了动静。这一代昏君在众叛亲离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赵承安死后，皇宫陷入了一段诡异的死寂，禁卫军在清理废墟，王家被满门抄斩，鲜血洗过了午门的青砖。然而，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3位祖宗面前。承安这畜生，到死也没留下个种。爱祖赵开阳把玩着那枚染血的玉玺，神色烦躁。这几日，我看着3位祖宗翻遍了宗人府的族谱，他们脸上的神色越看又是心惊。此人不行，贪婪成性。太上皇赵明恒扔掉一叠名册，按着太阳穴；先皇赵文公则是沉默地看着窗外，但那种死气已经压不住了。苏锦，他突然转头看向我，我低头应道：在。若这大周无主，你觉得会如何？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我想起了当年苏家被灭门时的乱象，必须找个能扛起这江山的人。太祖赵开阳猛地拍案，哪怕是个活死人，也得给朕坐稳那把椅子。他们3个老鬼面面相觑，一股沉重的焦虑在大殿内弥漫开来，压得我喘不过气。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在大殿陷入死局时，先皇赵文公从厚厚的皇家密信中抽出了一卷发黄的绢帛。父皇，您可还记得城里？太上皇赵明恒手指微微一颤，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难得的温情，随后便转为浓浓的遗憾。你是说那个孩子？赵成礼这个名字在宫中曾是一个禁忌，他是赵承安的双胞胎弟弟，却与赵承安截然不同。传说他天生重瞳，5岁能诗，10岁便能论断国策。先皇甚至曾想过废长立幼，然而10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病夺走了这位惊才绝艳的皇子的命。当年他病逝的蹊跷，承安那逆子还没登基，便已经容不下他。赵文公手指摩挲着绢帛上的名字，若是成礼还在，这江山何至于此？他有惊天伟地之才，性格刚毅却不失仁厚，是天生的君主。可惜天妒英才，他葬在那清冷的永安陵里已经10年了。我站在阴影里，心中一动。复活一个刚死的人，对我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但复活一个死去了10年的人，其所需的生机也是海量的。你是想……两人的眼神在空中撞击，这是唯一的办法。苏锦，你能不能让他回来？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看着那卷绢帛。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明君，大周或许还有救。复活一个死去10年的旧人，需要极大的代价。说要什么？要你们3人的命。确切的说，是你们3人现存的所有生机。我会以你们的帝王血脉为引，将你们残存的魂力和肉身精元全部剥离，灌注进赵城里的躯壳。从此以后，你们会彻底消失在世间，魂飞魄散，再无入轮回的可能。而他，即便复活，最多也只能活10年。大殿内一片死寂，彻底消失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选择。10年足够了。只要他能稳住局势，培养出下一代合格的接班人，我赵家的血脉便不算断。朕活够了，砍了那么多贪官，看了这不孝子孙的下场，这也没什么好留恋的。这身皮囊拿去便是。若能换回城里，朕这条老命值了。我看着这3个曾经权倾天下的男人，他们选择了最后的慷慨。好，那便去皇陵。永安陵位于京郊北路，那里人迹罕至，荒草丛生。当我们推开那2扇厚重的青铜大门时，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混合着浓重的阴气扑面而来。我手里提着一盏长明灯，走在最前面，3位祖宗跟在后方，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地宫回廊里回荡，有些不对劲。我停下脚步，蹲下身子，地板上有一层细细的白灰，那是骨粉。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杂乱无章的抓痕，仿佛有什么东西曾经在这里疯狂地挣扎过。这里的阴气太重了，不像是正常的陵寝，倒像是一个巨大的牢笼。城里死时，承安派了专门的术士料理后事，他说要请高僧超度，保佑皇帝来生投个好胎。我冷笑一声，超度，我看是镇压。他怕赵成礼死后魂魄不散来找他报仇，所以在这陵墓里下了极重的枫叶。我们终于走到了地宫中心，巨大的石台上停放着一副通体漆黑的棺材，棺材盖上钉着7根长长的桃木钉，钉尖还隐约可见干涸的黑血。这哪里是安葬，分明是永世不得超生的咒杀。我能感觉到棺材里散发出来的滔天怨气，那股气息冷得让我指尖发颤。开棺！太祖赵开阳怒吼一声，一掌劈碎了石台的护栏，巨大的漆黑棺椁被摆放在太极阵的中心。我站在阵眼处，双手快速结印，体内的生机像沸腾的岩浆般翻涌。太祖赵开阳、太上皇赵明恒、先皇赵文公3人呈3角之势围坐，他们闭着眼，脸上的肌肉因为极度的痛苦而微微抽搐。随着我口中的咒语响起，一丝丝金色的光芒从他们的天灵盖处溢出，缓慢而坚定地向阵中心的棺椁汇聚。放！我厉喝一声，3人的帝王之气被强行剥离，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排斥力，那是上苍对逆天行事的警告。我将自己的双指按在棺盖的缝隙处，将那狂暴的生机与帝王魂力合二为一，猛地往里压。归位，地宫内刮起了阴冷的旋风，3位祖宗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皮肤下流动的金色光芒逐渐暗淡。我感觉到棺材里那个存在开始吸收这些能量，那沉寂了10年的心跳，沉重的像是在敲鼓。咚咚，每响一声，3位祖宗的身形就虚弱一分。
我额头的汗水大颗大颗砸在地上，精神力已经紧绷到了极限，稍有不慎，我和他们都会被这股力量反噬成碎片。金色的丝线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整座棺材，像是一个巨大的茧。随着生机最后渐平息，太祖赵开阳率先撑不住了，他那如山岳般的身体开始迅速塌陷，华丽的战甲失去了光泽，变得锈迹斑斑。他努力睁开眼看着我，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丫头，看好这江山，若那小子不争气，你便再找个人替了他。”他嘴角勾起最后一抹狂放的笑，随后整个人像风化的岩石，迅速变成了一堆灰白的石粉。太上皇赵明恒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他看着空荡荡的双手，眼神中充满了留恋。江然的油菜花今年该开了。他的身体化作点点荧光，消散在冷飕飕的空气中。他硬撑着最后一口气向我走了一步。苏锦，赵成礼心思极重，你要辅佐他，也要防着他。大周，拜托了。身体猛地僵硬，随后像是脱水的干尸，重重倒在地上。那一双睿智的眼球瞬间干瘪，彻底失去了神采。地宫内归于寂静，我看着周围散落的铠甲、衣袍和那两堆灰土，眼眶突然一阵酸涩。这些天，他们像长辈一样教导我，像战友一样信任我，那种被掏空的孤独感比当年的复仇还要沉重。寂静持续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咔嗒一声轻响，在死寂的地宫中显得格外刺耳。那副被生机金线包裹的漆黑棺椁，盖缝处突然溢出了白色的寒烟。我挣扎着站起来，手紧紧握着腰间的匕首，砰！巨大的棺盖被一股蛮力掀飞，一只苍白却骨节分明的手抠住了棺材边缘。我屏住呼吸，看着那个人缓缓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他低着头，一头如墨的长发散落在肩头，遮住了大半张脸。那股与生俱来的威压却在大殿中弥漫开来。我是谁？他转过头，看向地上的灰堆和破烂的衣袍。我慢慢走近，看着这张在画像中见过无数次的精彩绝艳的脸。她确实很美，带着一种久居深渊的阴冷。你是赵成礼，大周的皇帝。他抬头看向我，重瞳微微收缩。我心中大定，正要跪下行礼，却在目光触及他颈侧的一道疤痕时，整个人僵在了原地。那是一道剑伤的痕迹，赵成礼的画像上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我感觉到一种从脚底升起的寒意，我的手指微微颤抖，按在了他的手腕上。我的意识迅速游走于他的骨骼之间，这不是那个文弱书生赵成礼该有的骨骼。赵成礼自幼体弱，骨架纤细，而面前这个男人肩宽背阔，掌心布满了老茧，那是长期握长枪拉硬弓留下的痕迹。他的左膝骨曾受过重创，里面还嵌着半枚细小的铁屑。你是萧长庚？我失声惊叫，猛地后退数步。萧长庚，那个被称为大周战神的男人，他为掩护皇帝撤退，万箭穿心而死，尸首被送回京城秘密下葬。萧长庚，眼神中的迷茫逐渐被一种痛苦的狰狞所取代。他猛地捂住头，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吼。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三位祖宗献祭了自己所有的灵魂和生机，试图复活一个能拯救江山的明君，结果却弄巧成拙。从那座阴森的皇陵里掏出来的，竟然是一个替死鬼将军。我想起了那副棺材盖上的7根桃木钉，而是为了锁住萧长庚的战魂。我瘫坐在地上，看着这荒诞的一幕。祖宗们灰飞烟灭了，江山的主人却变成了一个已经死了10年的武将。萧长庚坐在棺材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些尘封的记忆像洪水般爆发。赵承安，他咬着牙挤出这个名字。我站在一旁，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终于明白了一切。当年赵承安忌惮赵成礼的名望，在赵成礼视察边关时设下毒计，为了保住赵成礼的命，利用2人相似的身形与赵成礼交换了身份。毁容替死的人是萧长庚，他逃了？我颤声问道。他必须逃。萧长庚冷冷地看着我，这简直是天下最大的讽刺。3位大周开国之祖彻底消亡，你现在就是赵成礼？不，我是萧长庚。他翻身跳出棺材，你听着。我一把抓住他的领子，祖宗们已经为了赵成礼死绝了，你现在必须是赵成礼，也只能是赵成礼，否则这大周明天就会分崩离析。我死死揪着萧长庚的衣领，手心全是冷汗，那股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压迫感被我这么一拽，竟险些撞在石壁上。你疯了？他嗓音沙哑，眼神像头受惊的孤狼。我是疯了，被你们赵家和这狗屁江山逼疯的。我指着那2堆灰土，声音尖锐，看见了吗？那是你的老祖宗，他们为了复活你，连魂儿都散了。你要是现在走出这道门说你是个替死鬼，你对得起谁？萧长庚沉默了，他看着那2身破烂的龙袍，原本紧绷的肩膀一点点塌了下去。可是我不会当皇帝，我只会杀人，只会行军打仗，让我坐龙椅，不如让我去城门口守大门。不会就学。赵承安死了，现在满朝文武都眼巴巴等着赵成礼回宫主持大局。你不想死，也不想看着大周被这帮贪官瓜分，就给我把这张皮批稳了。我看着他那张英挺却略显粗犷的脸，心中已经开始构思如何把他这个百战将军修整成那个温润如玉的病弱皇子。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荒唐的一场豪赌。要让一个武将变成书生，第一步是换脸。萧长庚由于常年在塞外，皮肤被风沙磨得粗粝，
我取来皇宫珍藏的玉露粉和秘药，没日没夜地往他脸上涂抹。这种过程极其痛苦，但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只是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赵成礼走路从不带风，他每走一步都要深吸一口气，因为他肺部有旧疾，只要他步子跨得稍大，我便毫不留情地往他腿弯处抽去。坐下，腰不要塌，但肩膀要松。肖长庚疼得嘴角直抽抽，他把那双习惯了握重剑的大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指甲抠得手心发白。最难的是眼神，他的眼神太厉，看人时像在看猎物。看着我，我站在他面前，强迫他对视。赵成礼的眼神应该是深潭，要静要藏。他在月光下反复练习。我看着他那张逐渐变得儒雅却陌生的脸，心中五味杂陈。我们在这漆黑的寝宫里，像是在合谋窃取整个天下。登基大典是在一个阴沉的早晨举行的。肖长庚穿着那身繁复沉重的衮服，看起来确实像个大病初愈，随时会断气的药罐子。我作为他亲自点名救命有功的御前司礼女官，就站在离他不到3尺的帘后。重卿平身。肖长庚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还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颤音。这是我教他的，说的越少，错的越少。文武百官齐刷刷的跪倒。虽然有些人眼中带着狐疑，但看着那张与暴病前几乎一模一样的脸，没人敢当众质疑。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礼部尚书那个老狐狸上前，递上了一份关于祭祀宗庙的陈词，请陛下定夺，太祖祭文是用永元古调，还是开平新韵？肖长庚的手在桌案下疯狂打颤，他显然连这两者是什么区别都不知道。他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眼神求救般的向后飘。我站在帘后，嗓子眼一阵发紧，我顾不得许多，故意猛地大声咳嗽了几声，然后顺势倒在帘子边缘，打碎了一个青瓷茶碗。陛下恕罪，微臣旧疾复发。肖长庚反应极快，他猛地起身退朝，正要带苏青去研医救治，留下一众面面相觑的大臣。回到养心殿，肖长庚一把扯下那沉重的金冠，瘫在龙椅上，大口喘气。我不行了，苏锦，我真的不行。那帮老头子说话像在打哑谜，我一个字也听不懂。门外传来了兵部侍郎的求见声。兵部侍郎是个耿直的老将，一进门就摊开地图，唾沫横飞地讲起北戎军队在阴山脚下的布防。肖长庚原本正萎靡不振，一听到侧翼包抄和后勤补给几个词，他的眼神瞬间变了。荒谬！肖长庚已经3两步冲到了地图前，他修长的手指重重地按在山口的位置，语气凌厉如刀。阴山地势险要，北戎骑兵擅长平原作战，绝不会在这里逗留。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在寂静的大殿里掷地有声。他们这只是诱敌之计，真正的杀招在左边的断头谷，那里适合埋伏。兵部侍郎当场愣住，连礼仪都忘了，凑近舆图仔细端详，随即脸色大变。陛下圣明。微臣钻研兵法多年，竟没看出这一层。肖长庚没有停，一口气说出了3套针对北戎的战术部署。我站在一旁，心提到了嗓子眼，疯狂地对他使眼色。他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话头猛地收住，干咳一声，瞬间又变回了那副病恹恹的模样。他虚弱地摆摆手，朕乏了，你按朕说的去拟旨吧。我看着那老侍郎千恩万谢地跪地叩头。直到是夜，我在御花园的凉亭里找到了他。他没穿龙袍，只一身简单的月白长衫，他手里拿着一壶最烈的烧刀子，却没有喝。以前在大漠，月亮比这圆，也比这亮。他忽然转头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脆弱。苏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贼。他的声音在寂静的殿内响起，每个字都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在我心上。我偷了赵成礼的命，偷了这江山，还偷了这些本不属于我的敬畏。酒香混杂着他话语里的苦涩，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我看着他，这个背负着滔天秘密的君王，心中一阵恍惚。我必须将他从这自我折磨的深渊里拉出来。于是我俯身向前，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这江山谁做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上面的人能让百姓活下去。你不是贼，你是那些祖宗选中的守门人。如果你现在承认自己是肖长庚，你会被处以极刑，大周会再次陷入内战，那些边境的将士会死得毫无意义。你愿意看到那些吗？他久久地沉默着，喉结滚动，最终抓起酒壶猛灌了一口，烈酒灼喉，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仿佛要将肺腑都咳出来。他用手背抹去唇边的酒渍，苦笑一下，那笑意比哭更让我心疼。我不怕死，但我怕被人指着脊梁骨说肖家的后代是个骗子。可是每次看到你为了掩饰我的身份而担惊受怕，我就觉得自己很没用。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格洒在他那张清俊却带着累累伤痕的脸上。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威严的帝王，也不是那个杀伐决断的将军，他只是肖长庚，一个和我一样在这荒谬世间挣扎求生的灵魂。我再也忍不住，伸出手，用尽全身的力气轻轻按在他的手背上。他的手滚烫，那份属于活人的炙热温度像是要将我灼伤。我直视着他的眼睛，用尽我所有的恳切与孤勇，几乎是乞求般的轻声说，肖长庚，活下去，为了大周，也为了我。他愣住了，抬头看着我。那一刻，我们之间的那种战友之情似乎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粘稠。为了应付朝政，
我们开始长时间的待在御书房，他批阅奏折，我就在一旁帮他筛选。苏锦，你看这折子，通篇都在说风调雨顺，可户部报上来的却是粮食减产，这狗官在撒谎。他皱着眉头，习惯性的想拍桌子，却在接触到我的目光时，硬生生的变成了温柔的抚摸。我看累了，不自觉的伏在案头睡着了。梦里，我梦到了苏家满门，爹娘不再是血肉模糊的样子，而是站在老家的杏树下对我招手。我哭着跑过去，却发现中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一股暖意突然笼罩了我。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身上披着一件厚重的玄色大氅，大氅上还带着属于萧长庚的体温和淡淡的松木香气。他正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正笨拙地为我扇去夜里的暑气。醒了，他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破了什么。陛下，我正要起身，却被他按住。在这里没有陛下，只有萧长庚。苏锦，等江山稳了，我就带你走，去塞外，去骑马，去大口喝酒。我一直以为我的心早已随着苏家死在了断头台，可现在那棵枯木似乎真的在长出新的嫩芽，但这江山真的能稳得住吗？一个惊雷般的战报击碎了所有的温存。早朝上，那些主和派的老臣跪了一地。陛下，北戎凶猛，大周久未开战，不如送出一名宗室女，再赔上1000万两白银。萧长庚坐在龙椅上，他的手死死攥着扶手，我能感觉到他体内那股属于将军的战意正在疯狂咆哮。他猛地站了起来，这一刻，他忘了所有我教他的病弱姿态，他的背挺得笔直，像一杆刺破长空的标枪。和亲，割地！他冷笑一声，声音如滚雷划过大殿。大周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祖用血换来的，朕的将军在边关流血，你们却想在这里求和。他猛地拔出御案旁的金剑，一剑将面前的楠木长案劈成2半。朕御驾亲征。满殿寂然，那些主和派被这股杀气吓得魂飞魄散。我站在帘后，看着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我知道这一刻他不是在演戏，他是在回归自我，去接应那个他从未离开过的战场。大军出发那天，夕阳如雪，萧长庚换上了那身久违的黑色玄铁甲，只露出一双锐利如电的眼。他跨在战马上的那一刻，仿佛与马融为一体。我换上一身男装，作为随军军师，骑马随行。苏锦，如果你怕，可以留在京城。他在马背上俯身看我，嘴角挂着一抹自信的笑。我的命早就在你那儿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拽了拽缰绳，眼神坚定。军队出发了，那是整整10万精锐。萧长庚的状态越来越好，他指挥若定，行军布阵，一气呵成。将领们对这位久病的皇帝突然展现出的将才感到由衷的敬畏，士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将士们，他在高岗上举起长剑，残阳照在他冷硬的护面上，随阵冲锋，杀！杀！万军齐呼，震碎了天边的云彩。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只要跟着这个男人，似乎就没什么好怕的。这才是大周真正的灵魂，一个死而复生的战神，正带着他的子民夺回尊严。战争的残酷远超想象，北戎并不好对付，对方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军路线。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中，我们的侧翼遭到突袭，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萧长庚亲自率领3000轻骑诱敌，却在关外的一片死亡沼泽迷了路。那是北方的初冬，沼泽地里全是粘稠的烂泥和剧毒的瘴气。我们的粮草在突袭中丢失了一大半，身后的北戎铁骑像复古之驹，死死咬着我们不放。陛下，左前方没路了。脚下的泥沼仿佛一只巨大的怪兽，时刻准备将马腿吞没。萧长庚看着周围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士卒，眼神中透出一丝焦灼。苏锦，你还有多少生机？我脸色苍白，这些日子我为了救治伤员，体内的能量已经近乎枯竭，不多了，但我能保住你。不用保我，如果你还有余力，帮我开路。他指着那片被毒雾笼罩的沼泽深处，那里有一条古河道，只要能冲过去，我们就能生还。就在这时，远处的号角声响起，北戎的黑色大旗出现在地平线上，数万铁骑正蓄势待发，准备在这绝境中进行最后的收割。我们退无可退，陷入了死局。就在萧长庚准备拔剑发起决死冲锋时，沼泽侧翼的迷雾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轰鸣声，砰砰，那不是闷雷，而是金属撞击的声音。北戎冲在最前面的骑兵突然像被无形的大手推倒，连人带马翻滚在地，血花在半空中炸开。一支规模庞大的商队从迷雾的缝隙中缓缓驶出，坐着穿着奇特西域服饰的人，他们手中拿着一种黑乎乎的铁管，管口还冒着青烟。西域雇佣兵。萧长庚眯起眼，在北戎整齐的包围圈上，硬生生地撕开了一个血窟窿。商队的领头人骑着一匹纯白的骆驼，全身包裹在雪白的丝绸长袍里，只露出一双深邃的眼睛。他缓步走到我们的防线前，对着马背上的萧长庚微微欠身。赵家的皇帝，许久不见。那声音清越而温润，带着一种书卷气。萧长庚的身体猛地僵住了，我呼吸一滞。这声音我在3位祖宗提供的那些记忆残片里听过，那是真正的赵成礼。他在塞外混迹了10年，
竟然带着一支拥有先进火器的商队，在我们要命的关头出现了。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发出了极其刺耳的转动声，迷雾散去，那支商队的轮廓逐渐清晰。走在最前面的不是剽悍的护卫，而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子，轮毂碾过泥泞，发出沉闷的声音。男子膝盖上盖着厚重的羊毛毯，他却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月白绸衫，领口松松散开，露出的锁骨苍白如纸。我盯着他的脸，呼吸停滞，那是一张和肖长庚此时一模一样的脸，甚至更加精致些。由于常年不见阳光，透着一种近乎透明的病态，他嘴角始终画着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手里把玩着2枚温润的玉蝉。怎么10年没见，连自家兄弟都不认得了？声音清亮，却带着一丝虚弱的颤音，透着书卷气。他就是真正的赵成礼。肖长庚紧紧攥着剑柄，手臂上的青筋暴起。他身后的士族们早已看呆了，眼前有2个皇帝，一站一坐，容貌如出一辙。我感觉到肖长庚体内的生机在剧烈波动，那是惊愕、愧疚与一种深深的解脱交织的情绪。赵成礼被推到阵前，他抬起修长的手指，指了指天边的硝烟。我在塞外听闻这大周的江山换了人做，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逆贼，没想到是我那忠心耿耿的萧大将军。他笑起来，眼角飞扬，像极了记忆中那个在宫廷盛宴上与金四座的天才皇子。肖长庚翻身下马，甲胄相碰，发出一声脆响。他在泥地里单膝跪下，头垂得很低。陈肖长庚，死罪！死什么罪？赵成礼摇着头，让侍卫将轮椅推进，伸出手拍了拍肖长庚的肩膀。这10年，辛苦你替我受那些罪，也辛苦你替我护着这份基业。起来吧，跪着可长不了个子。我看着这一幕，心中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真正的故人归来，却是在这生死关头。肖长庚起身后，整个人依然显得极度局促。他那一身原本威风凛凛的甲胄，在赵成礼那闲适自若的气度面前，竟显得有些笨重。我的好将军，见了我的名字用，感觉如何？赵成礼打趣着，目光在大军中扫过，最后落在我身上，微微一顿。他羞愧难当，再次低头抱拳。臣当时也是万不得已，臣却从棺材里爬了出来。臣只能，姑知道，赵成安那人容不下姑，更容不下你。他当年下的封印，姑在塞外都感觉到了心寒。他示意侍卫将轮椅推向我，伸手想要去摸我腰间的宝剑，我连忙解下，双手呈上。这把剑还是姑当年送你的。赵成礼摩挲着剑鞘，那时你还没上过战场，非要跟着姑去视察边关，结果这一换就是10年。赵成礼叹了口气，眼神中闪过一丝歉疚。若没有我带他去死，他赵成礼早就化作了皇陵里的一滩血水。周围的将士们此时已经完全懵了，只看到2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人在一起叙旧。萧大将军，你的身份姑不会揭穿。现在姑是你请来的军师，是大周商路的开拓者。赵成礼对着我眨了眨眼，先把眼前的这些杂碎解决了，咱们回大帐慢慢说。他一挥手，身后的西域雇佣兵再次举起了火铳，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远处的北戎残部。我重重的点头，眼神重新变得冷峻。在大帐内，烛火摇曳，赵成礼向我们讲述了这10年的经历。当年我替他被万箭穿心，赵成礼在几名亲兵的死命掩护下，一路向北逃亡。他的腿在那场混战中受了重创，孤流落到了西域，隐姓埋名，从最底层的小贩做起。赵成礼手里捧着一杯热茶，热气氤氲了他的双眼。只要你有脑子，能算计，就能活下去。他利用自己过人的才智和对大周商务的了解，建立起了一张覆盖万里的贸易网。他卖大周的丝绸，换回西域的良马、宝石，还有火器。姑虽然身体残破，只能坐在这轮椅上，但姑的心从未离开过大周。赵成礼自嘲地笑了笑，姑一直在积蓄力量。姑知道赵成安守不住这江山，会有崩塌的一天。没想到最后回来收拾残局的，竟然是你们。他指了指那些摆在大帐门口的铁管子，这些火铳是姑请西域顶尖工匠打造的。姑原本打算等他撑不住时，直接杀回京城，谁知半路遇到北戎南侵，姑便赶了过来。他的话听起来云淡风轻，但我能想象一个废腿的皇子是如何爬到如今。他不再是柔弱皇子，而是深渊里磨砺出的枭雄。成礼，萧长庚欲言又止，叫我赵成。赵成礼放下茶杯，眼神犀利。既然姑回来了，那北戎的死期也就到了。赵成礼转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苏锦，他轻声唤我的名字，眼神变得温柔，那种犀利瞬间烟消云散。你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穿窄袖的衣服。我愣住了，记忆中似乎确实有这么一段往事。那时候爹还没出世，苏家还是丞相府。那时候的赵成礼16岁，是宫里最耀眼的皇子。他总是喜欢躲在御花园的假山后看书。我有次迷了路，撞见了他，他不仅没罚我，还分了我半块桂花糕。那时候你才几岁，还没姑的腿高，天天跟在姑后头，问姑这书里写的都是什么。姑那时候就在想，这丞相府的小丫头怎么人小鬼大的。他叹了口气，眼神中闪过一丝暗淡。可惜姑后来出了事，你也消失了。姑原本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他伸出手，似乎想摸我的头，却在半途收了回来。没想到10年后，你竟然成了救活萧长庚的神医。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神色僵硬的萧长庚。长庚，你可得小心，这小丫头小时候就主意大，长大以后没人喜欢，也就你受得了她。他半开玩笑的说道，可我却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苦涩。萧长庚咳嗽了一声，没有接话，只是默默地为我递了一块毛巾。赵成礼的目光在我和萧长庚之间流转，我分明看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落寞。往事如烟，我们都变了，再也回不去那个无忧无虑的御花园。大军在大帐中央摊开了巨大的沙盘，赵成礼坐在轮椅上，那根修长的竹竿在沙盘上移动时，北戎的主力现在被堵在黑木崖。他们以为萧长庚会因为沼泽地而撤退。赵成礼盯着沙盘，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们不知道孤的存在，更不知道火器的威力。萧长庚负责带兵正面冲锋，绕到黑木崖的后方高地，孤的火铳手会从高处辐射，火器能经马也能破甲。赵成礼指了指山口的位置，长庚，你要在火器齐射的第一时间带重骑兵切断他们的腰部。我看着眼前的沙盘，还有沙盘边的2个男人，他们一文一武，配合得天衣无缝。好，就按这个办。重重一掌拍在沙盘边缘，震得沙尘在烛火下飞扬。我也没闲着，我闭上眼，将体内所剩不多的生机缓缓引出。那是一股股温润的能量自我掌心流淌，像无数看不见的翠绿丝线，精准地缠绕上战马的马蹄，渗入将士的甲胄缝隙。他们的心脏在我的力量加持下跳动得愈发沉稳有力。苏锦，注意安全。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和力量一直传递到我心里。我的眼角余光瞥见了不远处的赵成礼，他独自坐在轮椅里，身影在摇曳的灯火中显得有些落寞，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光滑的玉蝉。终于，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降临了。我站在营帐外，看着萧长庚翻身跨上高大的玄甲战马，他单手提着那杆令人望而生畏的重枪，身姿挺拔如山。在他身后是10万寂静无声的铁甲洪流。黑暗中，一双双眼睛亮得惊人。杀！萧长庚举枪前指，一声怒吼撕裂了死寂的夜空。下一刻，大地开始剧烈的颤抖，10万大军如同绝地的黑色洪流，向着黑木崖的方向奔腾而去。北戎人的号角声也随之响起，漫山遍野的黑色骑兵席卷而来。黑木崖的高处突然火光冲天，砰砰砰，那是火铳齐射的声音。北戎的冲锋阵型就倒下一大片，战马受惊，疯狂的撂蹶子。赵成礼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崖边，他手中挥舞着指挥旗，他那张苍白的脸显得异常冷峻。就是现在，长庚，切断他们！萧长庚如同从天而降的战神，枪尖所过之处，血雾喷溅。他带着重骑兵狠狠地撞进了北戎的侧翼。我在中军后方不断地将最后的力量输出，我能感觉到将士们血液中的沸腾。这场决战持续了整整1天1夜。夕阳再次降临时，黑木崖下已是尸横遍野，残部向更北方的荒原逃窜。收复失地，大捷！将士们欢呼万岁，声音震彻云霄。萧长庚满身血污，他策马来到崖下，抬头看向坐在轮椅上的赵成礼。2个赵成礼在夕阳下对视，那是英雄惜英雄的目光。而我站在那，看着这2人的背影，心中却没由来的感到一阵悲凉。庆功宴设在关外的草场上，篝火通明，但主帐内的气氛却有些怪异。赵成礼让侍卫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推到了我面前。他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只纯金打造、镶嵌着罕见蓝宝石的珠钗。那钗子的样式，正是我小时候跟他抱怨过。现在姑有出息了，这东西姑替你收了10年。他伸出手想为我戴上，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坐在对角，正在沉默地擦拭着沾满血迹的盔甲的萧长庚。萧长庚的手停住了，他没有抬头，但那紧绷的脊背出卖了他的情绪。成礼，这些东西太贵重了。赵成礼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眼中的光一点点暗淡了下去。随后他自嘲地收回手，将那只珠钗重新放回盒子里。是啊，太贵重了，贵重到姑也拿不出手了。他苦笑一声，示意侍卫推他离开。萧长庚这时候才抬起头，他看着赵成礼孤寂的背影，眼神中满是复杂。我是苏锦，他是萧长庚，是我的心上人。而真正的赵成礼，既是他的主公，也是他的兄弟。我坐在篝火旁，看着那跳动的火焰，心中乱作一团。大军开始班师回朝。一路上气氛虽然热烈，但在这核心的3人之间，沉默成了主基调。赵成礼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靠着西域珍贵却带毒的药材强行续命。每到深夜，我都能听到他帐中传出的压抑的咳嗽声。长庚，等回了京，姑就退位。马车里传来赵成礼虚弱却固执的声音，是对着窗外骑马随行的萧长庚说的：“这皇位本来就是你的，你做的比姑好。”我眼睁睁看着萧长庚猛地勒住缰绳，胯下战马一声长嘶。他的眼神决绝得像一块冰。陛下，臣绝不答应。臣只是个武将，是个替身。说着，猛地转头看向我，随即又望向马车里的赵成礼。臣复活后也只能维持10年，10年一过，臣就会魂飞魄散。他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让我瞬间陷入了深深的抉择。随着时间流逝，他的魂魄会越来越不稳，最后会神志不清。可我看着马车摇晃的帘子，想起赵成礼那副残破的身体。你们都别争了。我掀开车帘，
不管是10年还是残躯，大周首先要活过这个冬天。我放下帘子，不再看他们，只将目光投向窗外。远方的地平线上，京城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那里有3位老祖宗化作的灰堆，有我苏家百口的冤屈，还有一个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的关于身份的死局。我在寝宫内看着萧长庚，他的肤色开始变得暗淡，那原本温热的体温也出现了一丝阴冷，这是魂魄不稳的征兆。复活术的效果正在衰减，如果我不能持续输入生机，它撑不了太久。苏锦，我有时候会梦到那座漆黑的棺材，梦里有人在拉我，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走过去，按住他的心口，那里的心跳虽然还有力，却带着一种迟缓的节奏。我会保住你，只要我在1天，你就是大周的皇帝。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这种身份危机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生存上的。一旦萧长庚出事，大周就会瞬间崩塌。可赵成礼一直躲在西域商会的别院里，拒绝进宫。他是在避着我，也是在避着你。他觉得他这副身体是累赘，他觉得他配不上那个皇位，更配不上你。我也明白赵成礼的想法，他是个极其骄傲的人。他不想作为一个病残的皇帝被载入史册，更不想从兄弟手里夺走唯一的生机和爱人。大臣们开始议论纷纷，为何那个救命恩人赵成一直不离京？为何皇上的身体突然又变差了？那些原本平息的谣言再次死灰复燃。我不得不做点什么，哪怕那是极其残忍的。萧长庚似乎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他开始疯狂地教导那些宗室子弟，他会自裁去保守这个秘密。成礼，算我求你，等我走了，你替我守着这江山。我这10年的命就真的是浪费了。赵成礼别过头去，不发一言。他带着我骑马去了京郊的草原，去看那长河落日圆。苏锦，你看那太阳，但我不知道我还能看多少个明天。我们在草地上策马奔腾，那一刻，他不再是皇帝，我也不是女官，我们只是2个在命运夹缝中偷取一点甜头的普通男女。他极力避开那个沉重的话题，只跟我聊塞外的风摇重。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就找个好人嫁了。城里那小子虽然嘴损，但他心实。他低声呢喃，声音淹没在风里。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埋在他的胸口。我知道那个残酷的抉择点已经近在咫尺。回京后的第3天，西域商会在京城举办了一场拍卖会，赵成礼作为大商人，自然要亲自主持。为了散心，萧长庚也带着我去了现场。拍卖行里热闹非凡，汇集了天下奇珍。就在大家为了那些宝石锦缎争破头时，萧长庚突然出手，拍下了一枚极其古朴，甚至有些残破的青铜戒指。苏锦，这东西不值钱，但我看着他眼熟。他将戒指套在我的指缝里，眼神中满是祈求。若有来世，凭着这信物，你一定要找到我。到时候，我不再是将军，也不再是皇帝，我只是你的长庚。我再也压抑不住情感，在这喧闹的拍卖行角落里，死死抱着他大哭。就在这时，赵成礼的声音在台上响起。最后一件拍品是姑从西域得来的一个神秘小盒子。他看着台下的我们，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苏锦，这东西姑原本想私下送你，但想了想，还是在大家面前送比较正式。我擦干眼泪，看着他，却缓缓摇了摇头，婉拒了。赵成礼苦笑一声，他那双一直握着玉蝉的手在颤抖。他知道，在情感的竞拍场上，他输得彻底。不管是10年还是这一瞬，我的心从来都不在那个小盒子里。深夜，赵成礼私下找到了我，他用双手撑着轮椅，一点点挪到了我的窗前。苏锦，姑问你一件事。他仰起头，月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如果萧长庚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活下去，你会怎么选？我沉默了许久。他已经死过1次了，我也死过1次了。我们这种人没资格选，只能被命运推着走。赵成礼释然一笑，那笑意中带着一种我看不太懂的决绝。是啊，咱们都没资格。姑明白了，这冰冷的龙椅，姑早就不适合坐了。那些沉重的担子，还是让有劲儿的人去挑吧。他转身离开，轮椅在青砖地上留下了2道深深的折痕。那一晚，我整夜未眠，我总觉得赵成礼要做些什么，这种预感让我心惊肉跳。他是个天才，也是个疯子。他在西域那10年，不仅仅是做生意，他一定还寻找过别的禁忌，而这种禁忌往往需要支付无法承受的代价。我看着窗外的残月，心中祈祷，希望一切都只是我多虑。第2天一早，我在赵成礼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摊开的西域古籍，那就是他在拍卖行最后拍下的那个小盒子里的东西。书页泛黄，上面画着极其诡异的图案，文字更是晦涩难懂，但我作为超能力的拥有者，一眼就看穿了上面的核心逻辑。那是记载了一种名为换命的秘术，它不同于我的复活术，是用一个血亲之人的全部生命力和灵魂本源作为祭品。被复活的人会彻底摆脱活死人的身份，代价就是施法者会瞬间枯萎，魂飞魄散。赵成礼，你疯了！他是在拿自己的命去换萧长庚的永生。我想冲出去阻拦他，却发现门窗早已被他手下的那些西域死士锁死。别院的凉亭内，赵成礼拎着2壶烈酒。长庚，咱俩这辈子命是连在一起的。赵成礼喝得很凶，酒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当年你替姑死，姑在塞外哭了1夜，现在姑回来了，却发现自己连那把椅子都坐不稳。萧长庚也喝了不少，他这些日子压力太大，此刻在兄弟面前终于卸下了防备。成礼，
你是皇子，是嫡支，我只是个家臣。屁的家臣！你是姑唯一的兄弟，姑这辈子没求过谁，这次换姑来替你去死，替你去消散。萧长庚重重地倒在石桌上，我放下酒杯，眼神重新变得清明而温柔。我吃力地从轮椅上滑下来，一点点爬到萧长庚身边，伸手理了理他凌乱的发丝。长庚啊，以后这天下，这姑娘都归你了，记得别让她哭。她哭起来可一点都不好看。我从怀里摸出那个盛放秘术引子的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团跳动的诡异的红色光芒。那一夜，别院上空雷声滚滚，却不见一滴雨。我坐在萧长庚对面，双手结印。我原本就油尽灯枯的身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我的皮肤变黑、回缩，最后像是贴在骨头上的干树皮。那股不祥的黑色死气正被血红色的光芒抽离。我被死死关在阁楼里，用尽全身力气撞击着房门，肩膀早已麻木，喉咙里也只剩下血腥味。空气中那股疯狂流动的生命能量，那种剥离灵魂的惨烈，让我浑身颤抖。赵成礼，住手！你住手啊！我嘶吼着，秘术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阶段。正中心的赵成礼，他的魂魄在痛苦的哀鸣，但他却硬生生压下了那股冲动，把所有痛苦都吞下，只为了留给萧长庚最纯粹的生机。萧长庚苍白的脸上开始浮现血色，那种属于尸体的阴冷正被蓬勃的生命力所取代，他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赵成礼的呼吸已经弱得几乎感觉不到，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洗净了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当我终于撞开门冲进寝殿时，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正照在地板上，阵法消失了，红光也消失了。萧长庚依然沉睡在石桌旁，面色红润，如同做着一个美梦。而赵成礼躺在不远处的轮椅脚下，我扑过去，颤抖着抱起他。苏锦，你来了。他虚弱地对着我笑了笑，但笑容里没有遗憾，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别哭，姑说了，那把椅子太硬，姑坐的腰疼，还是让他替我坐吧。他伸出枯骨般的手，似乎想最后擦一擦我的眼泪，却在触碰到我脸颊的前一秒，彻底失去了力气。记得告诉他，这江山要守好。赵成礼闭上了眼睛，那一刻，他化作了点点细碎的光尘，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存在都揉进了萧长庚的血肉里。我跪在空旷的凉亭里，怀里空空如也，心也被掏空了一块。我醒来时已经是日上三竿，我猛地坐起来，茫然地看着四周。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又按了按自己的胸口，扑通扑通扑通，那是活人才有的知觉。苏锦，成礼呢？我赤着脚跑下凉亭，看到苏锦呆坐在那里，手心里攥着一点没来得及消散的光，但赵成礼的轮椅已经空了。我能感觉到体内那股陌生而庞大的生命力。不，他不能这么做。我发疯一样在别院里寻找，我在每一个房间呼喊赵成礼的名字。我跪在地上，捂着脸嚎啕大哭，比当年我在战场上被万箭穿心时还要疼。成礼，你给我回来，你把命拿回去，老子不需要你替我死。我成了真正的人，可这个代价是我宁愿去死也不想背负的。苏锦走过去，从背后抱住我。萧长庚像个失魂落魄的孩子，在别院的废墟里坐了整整一天。他的脊背温热而宽厚，但我知道这副躯壳里承载的是2个人的重量。我冲上去，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啪！清脆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你觉得你死了，他就回来了吗？我盯着他的眼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是为了让你活下去，才把自己挫骨扬灰的。你现在死，就是对他最大的背叛。我指着皇宫的方向，指着那些正在苏醒的街道。你现在不仅是萧长庚，你更是赵成礼。你必须给我挺起腰板走回去。萧长庚看着我，眼中的死灰一点点复燃。他抹了一把眼泪，眼神重新变得冷硬，那是一种背负了滔天战孽后的决绝。好，我去守这江山。他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我去当那个赵成礼，去当一辈子的赵成礼。我不再提归还，不再提死亡。我走回寝宫，换上了那身明黄的龙袍。这一次，我走得极慢极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的心尖上，也踩在赵成礼留下的血迹上。真相被我们死死地锁进了一个盒子里。从此以后，这世间只有一个圣明神武的皇帝赵成礼。班师回朝的那天，全城百姓出城10里相迎。我坐在御驾上，我在欢呼声中紧闭双眼，又缓缓睁开。我已经彻底掌握了那种身为帝王的威严，让所有怀疑的人都彻底闭了嘴。我开始励精图治，我重用了赵成礼在西域建立的那张贸易网，我改良了火器，让北戎蛮族再也不敢南下牧马。我甚至平反了所有赵成安时期的冤狱。我在朝堂上不再说话颤抖，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官员的名字，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策的弊端，成了千古难遇的圣君。只有我知道，每到深夜，他都会独自坐在御书房的轮椅前，那是赵成礼留下的唯一遗物，像是在和虚空中的某人对谈。成礼，今年的江南油菜花开得特别好，我会在一旁为他点燃安魂香，带着3位老祖宗和赵成礼的气息。这江山在2个男人的交接中，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萧长庚用他的勤勉偿还着那份命债。10年后，大周国泰民安，万邦来朝。我已经是皇后，靠在萧长庚的肩头，但他体内的生机却异常稳固。我们的孩子正在追逐着彩蝶，
你看，那树下有人吗？我顺着他的指缝看去，能看到3个穿着破烂龙袍的老者，正为了今天的奏折吵得不可开交。太祖赵开阳挥舞着巴掌，太上皇赵宁恒气得吹胡子，先皇赵文公在一旁无奈地摇头。而在他们不远处，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正手里拿着一只珠钗，对着我们微微一笑。他的身体半透明，却比这满园的春色还要明媚。他们都在，我轻声回应，紧紧握住了萧长庚的手。萧长庚释然地笑了，他低头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大周的龙脉在延续，苏家的血脉在延续，那些关于复仇、替身、献祭和重生的荒诞往事，最终都化作了这锦绣山河的一部分。这江山，我们终究是替那些祖宗，也替那个少年死死地守住了。